我从古代顺走了一个俊俏相公，攻略清冷太傅谢沉渊后，我带他回了21世纪。我一步步陪着他白手起家，成为商界巨鳄。可没想到婚后第10年，他带回了同样从古代穿越而来的公主林庆庆。从此他毕恭毕敬宠着她，推翻庄园为她建造行宫。他说：“君臣之道，这是他该做的。”在谢沉渊又一次让我成为林庆庆的血包时，我重新召唤出了系统。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送他们回去吧。已收到宿主请求，您确定要兑换所有积分，将他和林庆庆送回灵巢吗？系统提示：送回后，您将永远无法跟攻略目标再相见。时隔10年，系统无机制的电子音再次响彻在我耳畔。10年前，我车祸濒死时和系统达成交易。只要我去到1000年前的灵巢，攻略双腿残疾的清冷太傅他，系统就会让我复活。攻略期间，我以真心换真心。任务成功后，我离开那个世界时，是他宁愿放弃一切也要跟我在一起。最终，系统答应让他跟我一同来到了现代，代价是我和他永远无法拥有子嗣。我曾经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后悔，可如今我攥紧了手，语气坚定地开口：“是我确定。”好的，宿主正在为您申请开启时空通道，预计等待7天。跟系统达成交易后，我的心前所未有平静下来。突的，房间门被人猛地推开，谢沉渊一步步朝我走来，气势凌人。如今的他双腿已然健全，看不出丝毫曾经残废过。只因回到现代后，我花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给他治好了双腿。那时他发誓永远不会辜负我的真心，可此刻他那双曾经对我满是温情的眼睛，盛着冷冽的怒气。谢沉渊来到我面前，张口就是呵斥。你今天怎么还没去给公主供血？你知不知道公主都快陷入昏迷了？这番斥责宛如尖刺，直直扎进我的心里。我举起伤痕累累的手臂，望着面前自己曾深爱的男人，轻声告诉他：这个月我已经被你带去给林庆庆抽了10次血，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痛，我也会死的。谢沉渊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不是林庆庆的血包。谢沉渊这时才终于注意到了我苍白的面色，他眼里松动几分，正要说话，可一道道催促的铃声响起后，谢沉渊的神色再度冷了下来。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将我从床上拖拽而起。云瑶，你知道的，只有你的血才能治好公主，你忍一忍，这次抽完血，我让保姆多炖些汤给你补补，终究是我们有愧疚。说完，谢沉渊不顾我的挣扎，直接将我带到了医院。锋利的针尖在医院白炽灯下发射出骇人的光，我的脸色随着血液的流失越发苍白。可谢沉渊的目光只落在我隔壁的病床，那里躺着他的公主林庆庆。林庆庆不知是用了什么法子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她的身体被现代世界排异，虚弱至极。谢沉渊请了世界顶级的医疗团队来给她治疗，最终结果显示，只有我的血才可以治疗林庆庆，为她续命。于是谢沉渊要求我每月为林庆庆供血，以维持林庆庆的健康。他说，公主是因我才来到这里的，云瑶是我们欠的。一时混沌之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还在灵巢时，他们被谢沉渊的政敌刺杀，我毫不犹豫为谢沉渊举刀，险些丧命。谢沉渊那样向来不信神佛的人，不顾缠腿，一步步爬上999级台阶，只为祈求我平安。当初看见我醒来后，他堂堂8尺男儿落下热泪，他抱着我说：云瑶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受半点伤。我的心一阵阵揪起，疼得发紧，直到耳畔传来男人一声声呼唤：云瑶，你醒醒！我缓缓睁开眼，对上谢沉渊的双眸，梦境和现实融合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恍惚以为回到了从前。谢沉渊，可谢沉渊脸色一瞬冷了下来，出口也只有责备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刚刚贫血晕倒，险些血量不够，让公主差点又要陷入昏迷。一句话让我彻底清醒过来，对上谢沉渊责备的视线，我不觉轻笑。谢沉渊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谢沉渊眼里闪过些诧异。你终于想通，会好好对公主了。我摇摇头，告诉他：不，我已经联系了系统，7天后会送你和林青青回灵巢。病房里静得出奇，谢沉渊顿了几秒，却是笑了出来。云瑶，你又在说什么气话？当年是你亲口告诉过我，任务完成后，系统就已与你解绑，你不愿供血，也不必用这种荒谬的谎言来搪塞。说到这里，谢沉渊脸色柔和几分，又握住我的手。你放心，医生说了，公主的身体大有好转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发病了。我已经把她送回行宫休养了，我带你回家。他口中所谓的行宫，就是他在现代按林庆庆的行宫1比1复制出来，占据着整整上万平的庄园，而他给我的家只是一间不到200平的平层，孰轻孰重，再明显不过了。但想到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我也无心再跟他多解释，跟着他上了车。谢沉渊的车开得很稳，车窗外风景飞速倒退，可车内还是稳妥的，没有一丝摇晃。我不由自主地看向谢沉渊的双腿，那里半点看不出他曾经残疾的痕迹。刚回现代时，系统给予了谢沉渊现代身份，却没有给他现代常识，是我一字一句教他认读现代文字，手把手教他适应现代生活，陪着他从茫然无措到游刃有余。我在脑海里问系统，谢沉渊回到灵巢后，他的双腿还会好吗？系统静了几秒才回答：不会，现代社会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带不回他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谢沉渊会回到从前双腿残废的日子。我心里一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谢沉渊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好心替他接了。很快，助理焦急的声音从免提电话中传来：谢总，不好了，公主用鞭子揍伤了新来的女佣，现在女佣闹着要报警。在谢沉渊的要求下，他身边的所有下属也同他一样，必须尊林庆庆为公主。谢沉渊眸光一沉，我现在过去。挂断电话，他立马转动方向盘，朝着公主府疾驰而去。我拧起眉头，你让我下车，我要回家。谢沉渊却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冷声道：公主为重。抵达行宫，我就听见里面传来女佣愤怒的叫嚷：你真把自己当古代公主了是吗？这是21世纪，你故意伤人，我要告你坐牢。林庆庆穿着一身精致的古装，眉眼间是高高在上的较劲。放肆！你们是太傅给我买来的下人，犯了错，我还打骂不得了吗？见到我，
女佣立马伸出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的手，她的伤口血淋淋一片，触目惊心。我看不过去，上前对林庆庆冷声警告：林庆庆，这里跟林朝不一样，人人平等，他们是来赚钱的，不是签了卖身契。若是出了事，没人能保得住你。闻言，林庆庆脸色一白，当即往谢沉渊身后躲去。太傅，你也不能保护我吗？谢沉渊当即安抚地拍了拍林庆庆的肩，将人紧紧护在身后。公主，有我在，无人敢伤害你。旋即，他居高临下望着女佣。如果你受不了，那你可以去报警，但你考虑清楚，我谢是有顶尖的律师。言下之意的威胁显而易见，女佣被他的气场震慑住，最终还是接受支票，签了离职书离开。果然，只要涉及林庆庆，谢沉渊的所有原则都会瞬间瓦解，只剩下盲目的偏袒。恍神间，我听见谢沉渊开口：我带公主去休息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我没想多留，转身离开这令人窒息的地方。可这里偏僻，极难打车，我只能追上去找谢沉渊拿车钥匙。林庆庆的房间门没有关紧，我抬手正要敲门，下一刻我就听见屋里传来林庆庆的声音说：太傅，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吧，我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只有我能生下你的血脉。我指尖微顿，透过门缝看见林庆庆踮起脚尖吻向了谢沉渊，而谢沉渊没有推开。谢沉渊口口声声说他对林庆庆恪守着所谓的君臣之礼，可怎么此刻他又忘了男女之别呢？我没有坐视不理，直接推门而入，打断了他们的亲密。谢沉渊下意识护在林庆庆身前，冷声道：简云瑶，进屋要先敲门，你的礼数呢？我扯了扯僵硬的嘴角，抱歉，我只是觉得再不进来，你们大概就要开始延续后代了，耽误我回家。林庆庆脸色一时涨红，而谢沉渊脸色铁青。胡说什么？公主刚刚是情绪失控才说的话，你何必这么较真？辩驳的话到了嘴边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他就快和林庆庆回他们的大林朝了，自己又何必跟他再多计较？最终，我只开口：好，是我思想污秽，玷污了你们纯洁的君臣关系，是我不对，给我车钥匙吧，我要回家。我掌心向上，停滞在半空中。谢沉渊身形一僵，叹了口气。我和你一起回去。林庆庆却轻轻拉了拉谢沉渊的衣袖。太傅，你要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吗？谁知道那些佣人还会做出什么？我害怕。闻言，我直接拿过他放在桌上的车钥匙。你好好陪你的公主吧。这一夜，谢沉渊没有回来。次日一大早，我照常去了谢氏集团，公司是我和谢沉渊共同管理的。刚推开办公室门，却谢沉渊早在等着我了。见到我，他将手中的文件随意扔在桌上，言简意赅的开口：过来签个字吧，算是你昨天对公主出言不逊的赔偿。文件封面上硕大的股权赠与协议几个大字映入我眼眸，我翻开看了一眼，脸色阴沉下来。你要我将公司的一半股份送给林庆庆？谢沉渊认真点头。公主在此举目无亲，出于责任，我给她一些保障理所应当。当初创建谢氏集团时，谢沉渊不容拒绝地将股份全部记在了我名下。他说那是我应得的回报，也是他对我爱意的体现。可如今，他要将两人辛苦打拼来的10年基业分一半给林庆庆。我冷笑一声，正要拒绝，系统音忽地响起。谢沉渊和林庆庆回到古代后，现在产生的一切痕迹都会消失，这份协议不会作效。闻言，我所有的控诉咽回了肚子，我干脆利落地签了字，合上文件。我叫住了他：谢沉渊，我也有想让你签字的东西。谢沉渊微怔，什么？我没回答。只是拉着他进了一旁的休息室，里面是按谢沉渊在临朝时的书房布置的，文房四宝齐全。我将一支毛笔递到他手里，指着纸面一角：谢沉渊，你在这签个字吧。谢沉渊眉头拧起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告诉他，想送你一份礼物。闻言，谢沉渊没再多想，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什么礼物？还要我签名？我看着白纸上谢沉渊3个字，抿了抿唇。保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谢沉渊还想再说什么，可外头的助理已经在喊他。他离开后，我从书柜顶端拿下了一个木盒，木盒里装的是谢沉渊亲手制作的羊毫笔，那是结婚1周年时谢沉渊送我的纪念日礼物。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支羊毫笔，也会是最后一次。我笔尖不停，墨迹在白纸上显现，化为3个大字：和离书。动笔时，我与谢沉渊这数十年的过往在脑海中闪动。最后，我一笔一画在谢沉渊旁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脑海里唤出系统。等谢沉渊回到临朝后，烦请你帮我把这份获离书送到他手上。系统无机质的机械音响起。宿主，其实您不必如此，这段婚约等他回去自然作废了。我知道谢沉渊回去后，他在现代的一切痕迹都会消失，包括我们的婚姻。只是我想圆满给这段感情画上句号罢了。在他们回临朝的倒数第3天，海城下了雪。此刻，谢沉渊第一时间带着我下楼。回到现代后，我们约定每年初雪都拍一张合照，以作纪念。雪地中，谢沉渊已经熟练地调整好相机角度，设置好定时。他快步朝我走来，像过去数年那样揽住我的肩膀。可就在快门响动的那一刹那，太傅，林庆庆的声音如同利刃划破了雪地的宁静。我看向相机屏幕，预览的照片已然生成。照片上，我的身旁是谢沉渊模糊而决绝的背影，这便是自己和谢沉渊的最后一张合照。不远处，林庆庆正向谢沉渊抱怨：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今日初雪，我想邀你上雪景呢。等谢沉渊解释了拍照的事后，林庆庆目光陡然一亮：拍照？太傅，我也想和你照一张，可好？谢沉渊没做犹豫就应下，对着我开口：云瑶，给我和公主拍照。我手指僵了僵，还是点头。好，我将镜头对准两人，按下快门，画面定格在谢沉渊和林庆庆相视一笑的瞬间。林庆庆跑过来查看照片，脸上笑得欢喜，可仅片刻，那笑就黯淡下来。若是父皇也能看见就好了。谢沉渊眼里透着疼惜。公主想家了。林庆庆红着眼眶，我想家，可我既然来了这里，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。见状，我适时出声：放心，我找了系统，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却被谢沉渊拉过打断。好了，云瑶，
那种气话你跟我说说就算了，何必逗公主？我心口一刺，旋即谢晨渊转而安抚林庆庆说：“公主，我带你去博物馆。从前我每次想家时，就会去那里看看，里面有不少旧物，睹物可缓思乡之情。”林庆庆眼里顿时一喜。好，谢晨渊朝我吩咐道。预约一下市博物馆，带我们去看看。我一怔，我也要去。谢晨渊点头。自然。旋即，他不由分说，直接带着我一起去了市博物馆。馆内静谧，陈列着历经沧桑的明朝文物。林庆庆走到一处展柜前，指着柜中一只点翠金丝珠钗，声音陡然拔高：“那是我的，是我及笄师母后赐下的。太傅，我要它，你把它给我拿回来。”那珠钗精致，在灯光下流转着温润古雅的光泽。谢晨渊看向我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吩咐助理处理一件寻常公务。云瑶，去联系馆方，不管多少钱，把它买下。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可置信道：“谢晨渊，这是国家保护的文物，无法买卖。林庆庆不懂，你在这里生活了10年，难道也不懂吗？”谢晨渊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如同附上了一层寒霜。云瑶，公主思乡心切，就这么一个愿望而已，你何必上纲上线？我冷笑，你要是想买，就自己去沟通。闻言，谢晨渊竟还真的派助理去了，只不过结果自然没法如他所愿。回去的路上，气氛降到了冰点。林庆庆因为未能如愿，一直板着脸。回到行宫里，林庆庆积压的怒气终于爆发了，她猛地抽出随身携带的鞭子，指着我娇蛮的喝道：“简云瑶，你忤逆本公主，忤逆太傅，跪下认错！”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与厌倦，我不想多做纠缠，转身欲走。然而我刚一转身，就听见身后传来谢晨渊那冷冽的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：“没听见公主的话吗？还不抓住太太！”保镖一左一右制住了我的手臂，强迫我半跪在林庆庆面前。林庆庆扬起手，鞭子带着凌厉的风声狠狠朝我抽来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挡，谁料谢晨渊身影上前，替我挡下了下一步。他的肩膀上很快印出血迹。林庆庆眼里一慌，收回了鞭子。太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谢晨渊跪在我身旁，脸色暗沉。云瑶是我妻子，她犯错，臣替她受过，还望公主息怒。闻言，林庆庆红着眼甩下鞭子就走。我看着谢晨渊肩上的伤，心却沉得发紧，终究还是去找来医药箱，替他上药问他。你何必如此？谢晨渊眉头拧起，语气疲惫。我不想让你受伤，可我也不愿忤逆公主。若是这一边能让公主解气，受就受了。我指尖一颤，忍不住问：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你的纵容，才让林青青这样肆无忌惮？这话一出，谢晨渊脸色顿时冷沉下来。公主放弃一切来到现代，本就是我们欠她的。她在这儿无依无靠，你为何就不能大度一点，服个软，试着接受她？我们夫妻一体，臣子为君主牺牲奉献是本分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彻底清醒。原来10年的现代生活，谢晨渊从来就没认同过我的世界。他骨子里依旧向往着他封建古板的大明朝。霎时，我所有的话没了声。好在我如今也不在意了。这一夜，我睡得异常安稳。屋外下了一整夜的雪，早上醒来时，雪已经堆了厚厚一层。我拿起手机想要记录这难得的雪景，刚按下快门，新消息就冒了出来，是林庆庆发来的。入目是一张人工受孕手术书。我眼眸一颤，看来谢晨渊还是要给林庆庆一个孩子了。我压下种种情绪，回了林庆庆。恭喜！谁料林庆庆回了我语音，只有一句：谢夫人，同喜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大门传来响动，谢晨渊回了家。不知为何，一股不祥的预感迅速笼罩在我心头。谢晨渊大步朝我走来，最终视线落在我的小腹上。公主想要一个有着我和她血脉的孩子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云瑶，你来替公主完成这个愿望。我不敢置信地看向谢晨渊，声音因为极致的震惊和愤怒而颤抖。谢晨渊，你疯了！我是你的妻子。他竟然要用我的肚子去满足林庆庆的愿望。可谢晨渊只叹了口气。云瑶，这是我能想到最两全之法，我不可能背叛你。他荒谬的言论让我哑然失语，而下一刻他就命人把我带去了医院。手术台上，任凭我如何挣扎踢打，都无法挣脱。刺目的手术灯亮起，晃得我睁不开眼，也晃出了我积蓄已久的泪水。我望向门口的男人，谢晨渊，你会后悔的。他的身影微微一僵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开口：开始吧。就在冰冷的酒精棉擦拭上我皮肤的瞬间，系统提醒我：宿主，距离时空通道开启只剩最后6小时，事关手术所带来的问题会在时空通道启动后将自动失效，请宿主放心。再次恢复意识时，我已经被推到了病房。隐约我听见外面走廊传来谢晨渊和林庆庆的声音。太傅，听说在这个世界，女子是可以打胎，也可以离婚的。简云瑶会不会这样做？谢晨渊开口：公主放心，没有我的许可，全程不会有医院敢给她打胎。至于离婚，提及这个，他顿了顿，语气笃定：不会的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她爱我至深，她舍不得和我离婚的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爱他，所以他才这么肆无忌惮伤害我。我恍惚的开口：系统，距离他们回去临朝还有多久？时空通道将会在今晚12点启动。我看了眼病房的时钟，现在是晚上10点13分，只剩不到最后2个小时了。这时，谢晨渊送走林庆庆后，踏步进了门，四目对视。谢晨渊握住了我冰凉无力、带着针孔的手。云瑶，我知道这几个月你受委屈了，等你生完这个孩子，我们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我们再也不用管公主的事，只当她是陌生人，唯有我们相伴至白头。他的语气认真又温柔，我听着心里却已经没有任何波澜。我摇头：不会了，我不会跟他再过日子，也不会再和他相伴到白头了。谢晨渊没听清，低头问：你说什么？我抽回手背过身去，我想休息了。谢晨渊俯下身，在我冰凉的额头印下轻柔一吻。好好睡吧，我在这陪你。说完，他在我身侧躺下，伸手将我轻轻揽入怀中。外头夜色渐深，随着时针指向12点时，系统电子音书地响起：时空通道已开启，正在传送攻略目标，传送成功。太傅，
你应该去上朝了。一声声呼唤让熟睡的谢沉渊眉头拧了拧。上朝？他如今哪里还需要上朝？谢沉渊心下不耐，正要问是谁在恶作剧，可睁开眼看见周遭时，瞳孔顿时一缩。紫檀木床顶，金丝锦帐，这熟悉的一切，分明是他在临朝的寝卧。而在他的手心，紧攥着一页纸，纸面上赫然写着和离书3个字，这字体谢沉渊再熟悉不过，分明是他亲手教的。而落款处的名字，正是那日我说要送他礼物，让他写下的。谢沉渊的心里猝然涌上无尽的恐慌，他环视周遭，怒目喊着：简云瑶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到底在搞什么？特意搭建这房子，找人来跟我演戏，有意思吗？说着，谢沉渊下意识想要翻身下床，却惊骇地发现他的双腿绵软无力，竟变回了从前的残疾状态。这时，系统那冰冷的电子音突兀而又清晰地响彻在他的脑海。系统提醒：宿主简云瑶已兑换全部积分，将谢沉渊和林庆庆送回临朝。自此，谢沉渊与宿主简云瑶此生永不复相见。谢沉渊睁着猩红双眸，看向了手中紧攥着的和离书。望你妻儿满，无我亦得安。井水汤汤，与君长绝。谢沉渊猛地想起来，简云瑶说过他联系了系统，送他回临朝，甚至在那之后，他还骗他在空白纸张上落笔，签下这封和离书。谢沉渊看着自己交出来的熟悉的簪花小楷，以及自己笔走龙蛇般的签名，只觉得气血翻涌，喉间都涌出一股血腥气来。低哑的笑声从谢沉渊喉间溢出，带着难以言喻的痛楚和后悔。太傅，您怎么了？可是身体不适，奴才这就去叫府医。谢沉渊喝住他的动作，声音嘶哑。现在是何年何月？侍从虽疑惑，仍恭敬答道：回太傅，是临朝17年3月初7。谢沉渊的心彻底沉入冰窟，这正是他与云瑶要前往现代的那年。彼时简云瑶已在太傅府陪伴了他2年，系统不仅送他回来了，还将时间拨回了原点。一股寒意从谢沉渊脚底窜上头顶，忽的，谢沉渊想起了林庆庆，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声音发颤：带我去见公主，立刻。而此时的现代，我在病床上睁开了双眼。系统，谢沉渊传送回去了吗？我声音极轻，身上还带着手术留下的痛楚。系统机械的电子音立即回应道：已将谢沉渊和林庆庆传送回临朝，宿主可以查看实时画面。我眼眸颤了颤，终究开口：查看画面。古色古香的画面立时在我脑海中展开，穿着一袭繁复古装的谢沉渊出现在我脑海中。他抬眸看着身前的林庆庆，明亮的眸光中满是期冀和迫切，像是看见生命之重。我心口顿时一刺，不疼，却让我彻底清醒。在我因谢沉渊承受了试管这样的屈辱和伤害之后，在他回到那个没我的世界之后，他第一时间还是去找林庆庆了。我轻轻闭上眼，在睁开时，眼底已是一片澄澈的平静。系统，关闭画面吧，以后不必再向我汇报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。所有的爱恨痴缠，所有的意难平，都在这一刻尘埃落定。他归于他的故土，他的公主身边，而我也该回到自己的生活了。从今往后，谢沉渊与我再无瓜葛。临朝公主府，谢沉渊已忘却所有礼仪，急迫地朝上位的林庆庆开口：公主，您还记得现代吗？高楼、汽车、手机，还有简云瑶，您记得吗？林庆庆绯红的脸色一白：太傅，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找我，竟是为了旁人。她漂亮的眉头蹙起，轻声道：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没听说过你说的那些东西，也不知道简云瑶是何人。谢沉渊清晰地看出了林庆庆眼中的疑惑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伪装。谢沉渊僵在原地，巨大的荒谬感和孤独感将他吞噬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心慌至极点。谢沉渊甚至在想，是他负简云瑶太多，所以才梦到他离开他。谢沉渊看着不远处的桌案，双手用力，直直地朝着石桌冲了过去。砰！随着一声巨响，谢沉渊的头重重磕在了石桌上，鲜血淋漓，疼痛至极。在林庆庆惊恐的目光中，侍从惊惧地将浑浑噩噩的谢沉渊抬回太傅府。府医匆匆来处理好他额上的狰狞伤口后，又匆匆离去。侍从替谢沉渊向朝中告假。恰逢临朝春节，谢沉渊1个月都无需上朝。此后，谢沉渊便日日将自己关在书房中。谢沉渊大病一场，在榻上昏沉了3日。半梦半醒间，他梦到了和简云瑶在现代时的生活。起初他们是幸福甜蜜的，直到林庆庆出现。最后，画面定格在简云瑶被强行按在手术台上的那一瞬。原来他曾经那么过分地欺辱过简云瑶，以致他心死，将自己送回临朝。谢沉渊猛地从梦魇中惊醒，喉头一甜，竟直接呕出一口血来。外头，侍从小心翼翼推门而入。太傅，公主派人送来了上好的伤药，说是忧心您的伤势。公主，谢沉渊眸光大亮。是了，公主曾借用秘法从骨穿筋。谢沉渊强压下翻涌的气血，冷声吩咐道：去查公主近2年来接触过的所有人，翻阅过的所有书籍、典籍，尤其是与方术、译文、秘法相关，不得遗漏分毫。侍从和隐秘处的暗卫领命而去，效率极高。不过半日便有了线索。临朝国师，暗卫低声禀报：太傅，国师行踪飘忽，此时未必在府中。可谢沉渊丝毫线索都不愿放过，立即赶去了国师府。马车刚在国师府前停稳，守门小厮便已迎上前来，态度恭敬。可是谢太傅，国师大人已在府中等候多时了。谢沉渊诧异，却仍旧随着小厮入内。侍从推着他前行，穿过庭院，步入待客厅。白发苍苍的国师静坐于茶案前，案上还摆着2盏清茶。谢沉渊目光如炬，直接发问：国师早知我今日会来。国师眸光深邃，仿佛能洞悉人心。太傅与议事之人纠缠至深，必定会来。谢沉渊心头一震，一律化作抓住救命稻草般的迫切。请国师教我如何才能再去那个世界。国师轻抚长须，缓缓道：穿梭时空，确有秘法。
只是所需器物极为难得。谢沉渊斩钉截铁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必将器物集齐。国师却摇了摇头，目光落在谢沉渊无法动弹的双腿上。即便太傅寻齐了器物，抵达异界，以你如今的身体，撑不过3日。谢沉渊如被冰水浇头，瞬间僵住，沉默良久，他声音干涩的开口：若我治好这双腿，调养好身体呢？国师语气莫测，或可一试。他取出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，递到谢沉渊面前。此镜名曰素光，太傅若每日以自己的鲜血浸泡此镜，再辅以惦念之人的青丝或心头血，1月后便可通过此镜见到他。谢沉渊下意识握住了手腕，那里系着一根由他与简云瑶的头发编织而成的红绳，寓意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这是云瑶在临朝时亲手制作。见他迟疑，国师又道：初次使用时，燃烧青丝，将其灰烬涂抹镜面，再佐以鲜血，可见一瞬。谢沉渊闻言不再犹豫，立刻解下红绳，按照国师的步骤一一照做。血液触及镜面的瞬间，模糊的影像开始汇聚，逐渐清晰。现代会议室内，简云瑶低头翻阅文件，侧影清瘦而专注。现代简氏集团，谢沉渊被送回临朝后，谢氏集团正式更名为简氏集团，由我全权接手。我正翻看着文件，忽的一阵胆寒，莫名感觉有一股偏执倔强的视线盯上了自己。我回头，视线在偌大的会议室扫过，可那股被窥视的感觉，在我回头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揉了揉眉心，试图驱散那点不适，一抬头却看见齐怀州正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朝我挥手。金总，辛苦一天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齐怀州是齐氏集团的总裁，因着业务往来和我交流多了些，我能隐约感觉到他超越合作伙伴的关心，却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。我并非讨厌他，只是现阶段我没有任何开始新感情的打算和心情。抱歉，齐总，我有些私事要处理。我拿起包，匆忙地离开了办公室，回到如今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。客厅中央放着几个纸箱，里面是保姆阿姨今天刚清理出来的属于谢沉渊的旧物。保姆阿姨走过来，有些为难地指着2楼走廊尽头，最里面那间房锁着，我没有钥匙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恍惚了一瞬，那是间儿童房。我和谢沉渊注定不能有子嗣，婚后第9年时，他们决定收养一个孩子，并为此一起布置了一间儿童房。里面的每一件小家具，每一款玩具，甚至墙纸的颜色，都是我和谢沉渊一起挑选的。可他们去了很多家福利院，谢沉渊却总是摇头，说没有找到合眼缘的。如今想来，或许从他内心深处，始终渴望一个流淌着自己血脉的继承人，所以后来才会提出那样荒谬绝伦的试管要求。我自嘲一笑，上前直接将门锁砸开，再对保姆开口：把里面的东西都清理出来，还能用的消毒后捐给福利院，不能用的就直接扔掉，彻底清空这个家关于谢沉渊的一切。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肩膀，指尖无意中碰到了脖颈间带着的一根红绳。我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这抹褪色的红，以及上面挂着的那枚小小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护身符，记忆瞬间被拉扯回临朝。那时我重伤濒死，谢沉渊拖着残腿，一步一叩首，爬上那999级台阶，为我求来了这枚护身符。谢沉渊满身狼狈，额上血迹未干，声音沙哑却无比郑重：云瑶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。但最终伤我最深的恰恰是他。我扯下护身符，在心中默唤系统：帮我把这个护身符传送回给谢沉渊吧。从此两不相欠，各自天涯。一道柔和的白光闪过，我掌心的红绳与护身符瞬间消失无踪。临朝太傅府，谢沉渊坐在窗前，熟忍的放血，浸泡铜镜。他眼神专注的，仿佛能透过镜面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身影。忽地，书房内毫无征兆的闪过一道柔和的白光。谢沉渊警觉抬眼，下一刻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一枚系着褪色红绳，在熟悉不过的护身符凭空出现，轻轻掉落在他怀里。谢沉渊怔住了，他的手在空中停顿了许久，才颤抖着将护身符拾起。护身符的红绳边缘起了毛边，上头平安2字也略有褪色，这是简云瑶经年累月佩戴留下的痕迹。如今他却物归原主。谢沉渊紧握着护身符，疯魔般低笑出声：云瑶，你要断得干净，可我偏要强取。国师烈给他开启穿越秘术的器物单子上有9样器物，皆是世人难寻的至宝，如今还差7样。谢沉渊挥手让暗卫退下，被暗卫带来的神医立即进门。神医，不知我的腿多久能恢复如初？神医细细勘察一番，开口：若仅金针刺血，3年便可下地行走；若加上药浴，仅需3个月便可恢复如常。但金针加药浴会令人痛不欲生。谢沉渊打断神医的话：无论何种痛苦，我都能忍，只求尽快恢复双腿。神医了然点头，立即备下药浴。谢沉渊双腿浸泡在药液中的瞬间，就感受到了那股深入骨髓的痛楚。他攥紧轮椅扶手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每当他快要撑不住时，他就会看向那面浸在血水中的素光镜。云瑶，等等我一定会来见你。时间在谢沉渊日复一日的治疗双腿、以血养镜中度过，很快时间就来到了1个月后，也是国师说的铜镜生效之时。谢沉渊熟忍地将手心血抹在镜面上，铜镜发出低沉的嗡鸣，镜面开始泛起水波般的纹路。谢沉渊屏住呼吸，心脏狂跳，镜中渐渐浮现出熟悉的街景。不同的是，道路两旁的路灯上都挂满了红灯笼。谢沉渊后知后觉地想起，如今已是现代的新春佳节。铜镜中，简云瑶开车行驶在马路上，脸上漾着淡淡笑意。忽的，简云瑶的车在路边熄了火。他试着发动几次都没有成功，简云瑶皱着眉拿出手机，却发现手机已没电关机。谢沉渊叹息一声，伸手轻抚简云瑶的眉心：
怎么还是这么粗心？话虽如此，可他口吻中满是温柔。谢晨渊目光跟随着简云瑶的身影，看着他下车，走向远处的人多的地方求助。可就在这时，两个醉醺醺的男人摇摇晃晃地挡在了简云瑶身前。谢晨渊猛地前倾，对着镜面嘶吼：“滚开，离云瑶远点！”就在那两个男人即将碰触到简云瑶时，铜镜一寸寸变暗，画面蓦地消失。而此时现代却并不似谢晨渊想象的那般危急。我站在路灯下，看着逼近的两名醉汉，一边呵斥警告着，一边找逃离的机会。离我远点，不然我报警了。醉汉们听到报警2字，嗤笑着叫嚷：“好妹妹，哥哥们想和你交个朋友罢了，警察怎么会管交朋友的事？”两人嘴上是这么说，我却清晰地看见他们动作慢了下来。我抓准时机，攥着硬底斜挎包朝两人砸去，为自己的逃脱争取时间。可这时，我身后猛地传来一声暴喝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齐怀州将我拉到身后护住，紧盯着醉汉们开口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纠缠你？”我拧眉道：“这两人喝多了，我们快走。”我拽着齐怀州就想离开，谁料醉汉们不依不饶扑过来。齐怀州一把拧住其中一人胳膊：“你去报警，我来教他们做人。”我看着他与两人缠斗，终究放心不下。我轻叹一声，抬脚精准踢向一名醉汉的膝窝。曾经在林朝学的防身术此刻派上用场，我们一同合作，很快制服了醉汉。做完笔录，看着齐怀州脸颊的擦伤，我终是软下心肠。跟我回家吧，我给你上药。齐怀州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任由我用碘伏棉签擦过伤口。我下意识轻了动作。疼吗？他摇头，眼睛弯成月牙。我虽然比你小几岁，但也不必把我当孩子哄，我是个成年人。齐怀州眸光变动，带了些侵略感，一抹绯红悄然爬上我的耳根。就在这时，熟悉的窥视感再度袭来，如影随形，如驱复古。1个时辰前，林朝国师府内，他被侍从匆匆推至国师府，手中还紧攥着那面已然暗淡的素光铜镜。国师，为何铜镜会突然失灵？云瑶遭遇危险，你可有办法救她？国师看着谢晨渊不断渗血的手掌和摇摇欲坠的身形，眉头深深蹙起。是我未曾说清，铜镜并非全能，每日只可看议事半个时辰，时辰一到，次日才可再启用。谢晨渊猛地抬头，眼中血丝更甚。次日才可使用。我眼睁睁看着云瑶遇险，却不知她后来如何，我如何等得到明日？国师目光深邃而沉静。规则如此，若要更改，需付出极重的代价。例如寿术，此法能让人灵魂突破时空，去思念之人身边，但于太傅根基有损，望太傅三思。谢晨渊却不管这些，他低声笑着，凄厉而偏执。若能让云瑶平安，这副残躯，这点寿数，尽管拿去，我现在就要知道他是否无恙。国师凝视他半晌，终是拗不过那深入骨髓的执念，点头道：“既然太傅心意已决罢了。”秘法再次催动，这次铜镜汲取的不再仅仅是谢晨渊的鲜血，更是他蓬勃的生命力。镜面光芒重新亮起，比之前更加刺目，却也更加不稳定。谢晨渊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，但他死死盯着镜面，不敢眨眼。接着，谢晨渊便看见简云瑶与齐怀州一同联手制服醉汉，看见简云瑶带着齐怀州回家，为他上药。谢晨渊紧盯着铜镜中的简云瑶，画面中，齐怀州鼓起勇气开口：“简总，我知道你长期保持单身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？”自从那天得知现代世界被系统抹去了他的存在痕迹过后，谢晨渊变得更加阴郁，越发疯魔的命令神医医治自己，以及命令暗卫搜集启动秘术的器具。林朝太傅府密室，数日前，谢晨渊透过素光镜看到了简云瑶眉间深藏的焦虑和疲惫。他想起了朝中皇上3顾茅庐都未曾请出山的隐士门客，性情古怪，被誉为算无一策的崔先生。此人心思之缜密，权谋之深远，冠绝林朝。谢晨渊立刻拖着并未完全康复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痛的双腿，亲自前往崔先生隐居的山谷。崔先生虽拒绝出山，却喜与人交流。听了谢晨渊的案例，他捻着胡须，沉吟良久。他虽觉太傅此次带来的案例颇为新奇，但其利益争夺、人心诡诈的内核与朝堂倾轧并无二致。崔先生结合林朝的权术之道，从多个层面娓娓道来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反制策略。谢晨渊凝神静听，大脑飞速运转，他将崔先生那些带着古意的策略与他10年现代商海沉浮的经验融合。当他终于将那份凝聚了2个时空智慧的答案整理成文时，他几乎虚脱，但还不够。谢晨渊在想，他要如何将这份答案送到云瑶手中？谢晨渊闭上眼，集中全部意念，尝试呼唤那沉寂已久的系统。意识深处传来细微的波动，一个冰冷的声音警告：检测到特殊人群，无法绑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咳着血开口：“若我不绑定系统，只求你帮我送样东西去现代呢。”系统的电子音低低了几声：“已知晓特殊人群意愿，建立临时信息通道，需燃烧3年寿元，是否确认？”现代，我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投影幕布上的数据曲线呈断崖式下跌，会议室里的空气凝重的几乎能凝出水来。身前，技术部总监声音低沉：“王工带走的核心数据，至少让我们倒退3个月。竞争对手星辉科技这次是有备而来，开出的条件我们短期内无法匹配。”市场部经理紧接着汇报：“更麻烦的是，几个关键客户已经在动摇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这是我完全执掌简氏集团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危机。会议结束，众人离去，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人。夕阳的余晖透过落地窗，将我影子拉得很长，莫名的让我感觉孤独。我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涌上心头。以前遇到这种难题，我还可以和谢晨渊商量，虽然最后往往……我甩甩头，将那个名字强行驱散。忽的手机响起，我拿起一看，是齐怀州。他关切的声音透过扬声器响彻办公室：“瑶瑶，
听说你那边遇到点麻烦，我认识几个做技术评估的朋友，或许能帮上忙。齐怀州的支援来得及时而务实。晚上，我依然在书房熬夜，对着电脑屏幕上复杂的架构图，试图寻找突破口。夜越来越深，我心中的挫败感也越来越强。就在我几乎要放弃，准备明天再战时，一封匿名邮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邮箱里，标题只有2个字：参考。发件人地址是一串乱码。我疑惑地点开，看见邮件内容时，瞳孔骤然收缩。成功反击了敌对集团后，我找到了齐怀州，请他吃饭。我举起酒杯，真心实意道：谢谢你，齐怀州。要不是你，我不会那么快保住集团，完成反击。我笑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那就多谢那个帮我的神秘人。我不再去纠结那封邮件的来源，只将其归为人生中一次意外的幸运。经此一事，我放下了心防，和齐怀州彻底确认了恋爱关系，准备迎接全新的生活。而此时此刻，明朝太傅府密室中，谢沉渊专注看着面前的桌案，上头整齐地摆放着8件形态各异、散发着微弱能量波动的器物，星陨石、千年沉水香、虚空玉，每一件都沾染着血腥与牺牲。暗卫首领东西对地，声音低沉：太傅，最后一件引魂灯已确认在苗疆，精锐小队已动身前往，取得后便是集齐酒器。谢沉渊声音沙哑的厉害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密室中重归寂静，谢沉渊转动轮椅，面向一直守在一旁的神医。他开口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砂纸上磨过。我的腿还需要多久？神医上前仔细检查了他那双在残酷治疗下已逐渐恢复知觉，但仍显无力的腿，沉吟片刻，终于给出了确切的答复：您意志坚韧，最多半年，您当可弃杖而行，行走无碍。谢沉渊下意识地抚上胸口，那里贴身带着那枚简云瑶归还的护身符。云瑶，再等我半年，我们必会相见。自从和齐怀州交往后，他便搬进了我的别墅。齐怀州有着和谢沉渊截然不同的性格，直率而热烈。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会在我加班时送来我最爱的那家甜品，会笨拙却认真地讨我欢心。两人在闲暇时期一起去旅行，在阿尔卑斯山滑雪，在七星山滑翔，做尽一切我和谢沉渊在一起时想做却被谢沉渊否定的事。此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和三观契合的人在一起是如此的幸福。齐怀州，我们结婚吧。我开口的突然，拿着棉花糖的齐怀州瞬间愣在原地，怔愣片刻，他像是终于反应过来，红着眼眶在全身摸索，最后掏出一个小盒，单膝下跪。你是不是早就发现我想求婚了？明明该我先开口。他话语哽咽，却亮得惊人。云瑶嫁给我好吗？我笑着点头，任由齐怀州给我戴上比鸽子蛋还大的钻戒。我嫁给你。齐怀州的爱是阳光下的海浪，热烈而坦荡，给予我重新走向婚姻的勇气。他一手包办了婚礼事项，选址是临海的草坪，风格是我喜欢的简约浪漫，是婚纱、订菜单、写请柬，每一件事都充满了甜蜜的忙碌。只是那股莫名的被窥视感，偶尔还是会毫无预兆的袭来。例如现在，正是穿婚纱的我，忽觉一股悲伤而灼热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背上。现代海边草坪上，我和齐怀州的婚礼筹备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，请柬全部发出，婚礼现场也已经布置完毕。齐怀州从身后轻轻拥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后天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满满的期待和幸福。我放松地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这份踏实，也刻意忽略了心底偶尔闪过的一丝莫名心悸。临朝太傅府密室，谢沉渊撑着强行走着，尽管步伐仍显缓慢僵硬，但他确确实实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行走。我的双腿真的康复了。神医悠悠叹气，按太傅的要求，施以10倍药效，腿疾痊愈。顿了顿，神医又开口：但您元气大损，五脏皆虚，参与任何耗神之事，恐有性命之危。谢沉渊知晓神医委婉劝他，却只挥手让他退下。多谢神医，我必送上万金感谢。随后，谢沉渊目光投向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国师，最后一样开启穿越秘法的器具已在日前送来，现在酒器具备，他的腿也痊愈，只等国师催动秘法。谢沉渊双眼偏执阴鸷地盯着国师，开口道：国师，请开启秘法。国师老神在在地抚着胡子，阵法与器物均已就绪，只待月满中天，阴气最盛之时，便可启动。而此刻的现代气氛截然不同，夜色下的海边，我和齐怀州手牵手在沙滩上散步，听着潮起潮落的声音。齐怀州握紧我的手，声音里满是憧憬。明天你就是我的新娘。我靠在他肩头，轻轻地应了一声。我的心中被一种平静而巨大的幸福感填满。那些曾经的心伤、彷徨、爱我却又为了另一人而欺辱我的谢沉渊，以遥远的如同上个世纪的故事。我抬头望着夜空中逐渐升起的明月，圆满明亮，象征着即将开始的圆满人生。我看向身侧的齐怀州，在他唇瓣印下一吻。齐怀州眼眸深邃，加深了这个吻。就在两人沉浸在幸福中时，我的脑海中许久未出现过的系统突然出声：宿主，检测到特殊情况，有人在锚定你的位置，试图时空穿梭。我瞳孔骤缩，不敢置信地开口：是谢沉渊，他要时空穿梭来现代找我。林庆庆曾用不为人知的方法，没有依靠系统就穿越时空，难不成谢沉渊也掌握了这个方法？我的出神引起了齐怀州的注意，他握紧我的手，疑惑地开口：云瑶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我声音略微发颤：没什么，可能是被冷风吹的。同时，我在脑海中对系统开口：系统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，能让谢沉渊时空穿梭失败？系统静默几瞬，似是在查询。忽的，系统开口：您可用暂存于系统处的能量破坏时空通道。我迟疑了一瞬，破坏时空通道？那穿越时空的谢沉渊会死吗？系统电子音低沉：宿主不用担心，系统将在他穿越前破坏时空通道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开口：那就好，我确定使用能量，谢谢你。
系统陪伴我多年，屡次帮助我。我不知道当初系统为何会绑定自己，却也发自内心感谢系统，让我获得全新的人生。我放松下来，和齐怀州一同回了卧室。他适时端上一杯姜茶，哄着我喝。看着齐怀州关切的眼神，我更加期待明天的婚礼，期待成为他的妻子，和他度过很长很好的一生。而彼时的灵巢，月亮一寸寸升起，过不了多久，就到了穿越秘法启动的时间。此时的密室涌动着晦涩的幽光，谢沉渊心中一喜，对着国师开口：“国师，可是时空通道已搭建完成，我能前往现代了。”说着，他就要冲向法阵，国师眉头紧皱，赶紧拦住他：“太傅，不可！通道有异，此时若强闯，或对身体有损。”国师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若我现在进入时空通道，能否抵达简云瑶身边？国师迟疑点头：“能。”谢沉渊深吸一口气：“那就好。”烦请国师助。话落，谢沉渊冲进了阵法之中，光怪陆离的光影闪烁中，谢沉渊像是度过了1秒，又像是度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。他艰涩地走向不远处的白光，脚步落地，咸涩的海风刮在他的脸上。谢沉渊恍惚地睁开眼，便看见近在眼前的简云瑶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站在鲜花拱门下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婚礼进行曲悠扬的奏响，神父带着笑意开口：“简云瑶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齐怀州先生为妻？不论富贵与贫穷，都爱他，珍惜他。”谢沉渊瞳孔一缩，厉声道：“他不愿意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如何能嫁给别人？”可无一人理会他。我笑着点头：“我愿意。”谢沉渊僵住了，他冲过去，站在简云瑶面前：“云瑶，我来了，我回到现代了啊，你怎么能嫁给别人？”可紧接着，谢沉渊便看见简云瑶穿过了他，幸福地抱住齐怀州。谢沉渊心口的位置传来一阵剧烈的灵魂被撕扯的痛楚，他恍惚地低头，便看见自己透明的身躯。他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，国师口中的对身体有损是什么意思？原来竟是他的身躯湮灭在时空通道中，只有裹挟着执念的灵魂抵达了简云瑶身边。他看到他与齐怀州交换戒指，听到神父宣布他们成为夫妻，看到齐怀州低头深情地吻上他的唇。宾客们起立鼓掌，欢呼声和海浪声交织在一起。谢沉渊的身影开始变得更加透明，如同阳光下即将消散的露珠。然后在喧闹的幸福声中，谢沉渊的身影如同破碎的星光，消散在海风里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婚礼圆满完成，我和齐怀州以婚嫁的名义抛下集团事务，开始蜜月旅行。收拾行李时，我无意中翻出了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，那是我和谢沉渊在现代的第一张合照，背景是2人最初创业时租住的小公寓。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，对着镜头笑得有些羞涩，却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我静了一瞬，这照片放在柜子深处，许是当时让保姆阿姨收拾时没发现，忽略了过去。我平静地将照片放回箱子底层，合上盖子，如同合上了一本早已读完无需再翻开的书。窗外阳光正好，齐怀州正在等我，偶尔抬头与我相视一笑。岁月无声，温柔流淌，我彻底挣脱了过去的枷锁，飞向了属于我的广阔而自由的人生。